为什么你越激娃，孩子越抗拒？为什么你定的规矩，他总想跟你对着干？花钱报的兴趣班，孩子到底能不能坚持下来？ AI 越来越能干，那我们到底还要卷孩子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 ZZ 爸爸，主业是 AI 产品经理，太太是儿童心理学家。今天我想深聊一下卷孩子不如卷父母这句话，它听起来像一句段子，但其实比你想象中更具体、更实用。尤其是在 AI 时代，是多学一个技能，还是培养一个可以面对变化的内核？那父母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？环境会塑造孩子这件事，大家应该都听过，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也很熟。这个2000年前的传说，现在其实也有量化的证据。哈佛的经济学家做过一个叫做 Moving to Opportunity 的实验，政府给低收入家庭一笔补贴，鼓励他们搬到更好的社区。有些家庭搬了，有些没搬。几十年以后，回头看这两组孩子的人生，结果非常清楚。搬过去的那一批，长大以后收入更高，上大学的比例更高，家庭也更稳定，而且效果跟搬过去时的孩子的年龄有很强的相关性。越早搬效果越好，早住1年，未来收入水平可以提高大概10%。如果是10岁以下搬过去的，几乎可以追上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。不是这些孩子搬过去就突然变聪明了，是他们在新的学校、新的社区里，环境变了。那环境到底是怎么影响一个孩子的呢？一个孩子搬到新的社区以后，他看到的东西变了。他看到很多大人每天去工作，看到很多家庭在稳定的运转，看到身边的同学默认以后会继续读书，会上大学，会去找一份工作，会积极正面的。没有人每天坐下来上一堂课，说你要上进，你要努力，但这些东西每天都在他旁边发生，久而久之，他们就会觉得原来这就是正常的生活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环境最深的影响不是说服孩子，而是重新定义孩子心里面的正常。大家可能会想，那是不是一定要搬到最好的学区呢？不是的，所谓环境其实有好几层，外面一层是社区学区，但还有更近的一层，就是你家里的环境，而家里这一层环境的影响是可以盖过外面那一层的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亚裔家庭。美国的亚裔家庭，尤其是上一代的移民家庭，很多其实并不是高收入，也不一定住在最贵的学区，但孩子长大以后，学业和职业往往都比上一辈有明显的提升，也就成就了美国社会经常讨论的所谓 model minority 模范的少数。为什么？因为家里那一层环境足够强，家里对学习的重视，对努力的态度，以及自己营造出来的家庭的小圈子，这些影响远远超过了学区和社区的影响。所以你不一定要去买学区房，你每天在家里做的事本身就是在帮孩子营造环境，而且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那一层环境。举一个很小的例子，我们搬完家之后，电视没有立刻装起来，孩子每天都在问什么时候装啊，我们就一直拖了1个月，后来装是装起来了，但装在地下室一个几乎不用的房间里，也没有特意跟孩子说。时间长了，孩子也不问了，也不觉得奇怪，在他们的认知里，我们家现在就是不看电视了，这就变成了默认状态，再也不需要每天跟他们说少看一会儿电视。当然我们家还是会用 iPad， 他们学中文玩一玩Khan Academy Kids 这些还是有的，但那种瘫在沙发上盯着大屏幕的 passive screen time 变成了0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自己也不看电视了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把省下来的时间拿去做别的事情，这就是环境的作用。其实想改变孩子的习惯不需要硬逼，很多习惯本身就是家里环境带出来的。如果你真的想改，自己先改了，孩子也会跟着一起改，挺好的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也不难啊，不装电视，多买点书，养成好习惯就够了吗？不够，因为孩子环境里真正的核心变量从来都是父母本人。我太太在公立学校做心理学家，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家庭，
他跟我讲过一个他观察到的规律，那些被父母推着逼着学的孩子，往往到了高中就会开始暴露一些问题，而那些真正有内驱力的孩子，背后呢，基本上都有积极正面的父母。所以卷父母并不是要你去赚更多的钱，说的朴素一点，就是你自己积极努力的生活就够了。你想要孩子有那些素质，自己就先有那些素质。你希望他们不轻易放弃，你自己就不要轻易放弃。你希望他们有上进心，你自己就持续上进。你希望他们有好奇心，那就多跟孩子一起去探索新的东西。你每天怎么生活，孩子其实都看在眼里，最后影响他们的往往不是你讲了多少道理，而是你这个人本身。在美国学校里，老师经常跟孩子讲要有 growth mindset， 说白了就是不要觉得我就是不行，而是相信我现在还不会，但我可以练习，可以慢慢变好。在 AI 时代， growth mindset 比以前更重要，因为具体的知识会过期，工具也会变化。但一个孩子的 growth mindset， 这个强大的内核不会过期。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在父母身上反复看到的，最后内化的。他看到的是你遇到一个不会的东西，没有马上说算了，而是去查，去问 AI， 去试一下，第一次没成功也没有立刻放弃，而是说我再换个方法试试。这些瞬间看起来很小，但孩子会看见，原来大人也不是一开始就会，大人也是边试错边学会的。最近我有一个观察，我们家的哥哥，他看到自己以前画的画、写的字，会说这是我小的时候写的，我后来练习了很多之后就写得越来越好了。我们从来没有教过这句话，这是他自己内化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妹妹在旁边也会听到，她也会知道哦，我现在还小，但再过1-2年我也可以到哥哥那个水平。所以孩子不是光靠讲道理教出来的，很多时候是被环境慢慢影响出来的，而父母就是孩子最接近的那一部分环境。不是真的要卷，要更焦虑、更完美主义，而是我们自己可以保持一点积极、努力、愿意学习和改变的状态。这些东西孩子其实都看得到。你希望孩子从你身上看到什么、学到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今天这一期对你有一点启发，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我们下一期见。